非洲给人的印象就是穷落后，但有个小国不一样，人均 GDP 高达1万美元，经济发达，生活富裕的同时，人家还是非洲唯一一个过春节的国家。更夸张的是，人家的货币上还印着中国人的头像。一般能做到这种事的都不是一般人。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毛里求斯位于非洲东部，离非洲大陆约2200公里，是个小岛国，国土面积约为2040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26.1万人。估计很多人都没听说过这个国家。毛里求斯的面积很小，矿产资源几乎没有，农牧业有时有，但也因为产量不足，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粮食。不过面积小归小，但毛里求斯有钱也是真有钱。靠着金融、制造和旅游业，它的人均 GDP 高达1万美元，尤其是旅游业是毛里求斯经济支柱之一，单靠它就将近为毛里求斯带来8%的 GDP。不过也确实，毛里求斯拥有世界第3大珊瑚礁群，珊瑚礁配上海滩，就连大作家马克·吐温都表示，估计天堂都是按照毛里求斯的景色打造而成的。在2018年，毛里求斯还获得了世界最浪漫目的地奖，这堪比旅游界的奥斯卡。不过毛里求斯最有意思的还是他们的25卢比的纸钞上印的竟然是个中国人的头像，他就是朱梅林。好家伙呀，要知道一个国家的钞票那代表的是国家形象，不管对谁来说，谁能把头像印在钞票上都是一种殊荣，而且能做到的那都不是一般人。那朱梅林又是怎么做到的？别看毛里求斯这会儿挺有钱，但在过去他的日子也不算好过。自从被发现后，毛里求斯就接连被荷兰、法国和英国殖民。因为条件不错，毛里求斯也开始种上了甘蔗，而且一种就种到了现在。甘蔗是能种，但也要有人来种啊，于是就不少的外国劳工远赴毛里求斯。恰巧呢，当时大清流行淘金热，就一大批中国劳工跑去南非。但在见识到美丽的毛里求斯，有不少人选择留了下来，这其中就有朱维勋，他就是朱梅林的父亲。当时朱维勋的想法呢很简单，就是想着赚大钱，然后衣锦还乡。在经过考察后，朱维勋并没有去种植园，而是开启了自己的杂货店。因为自己也是出身低层的原因，朱维勋对底层工人也是能帮就帮，甚至还表示在他这儿买东西的没钱允许先签着。很快他就在这站稳脚跟。1991年，朱梅林出生。虽然从小出生在异国他乡，但受父亲的影响，朱梅林接受的一直都是中式教育。后来因为大哥的去世，朱梅林不得不辍学跟在父亲身边学着做生意。相比只知道挥霍的二代来说，朱梅林在做生意的天赋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年仅20岁就成了公司的董事长，还在繁华的地段开了一家叫 ABC 的零售店，而且不同于自己父亲，卖的都是些杂货等日用品。朱梅林卖的都是从英国、南非等国进口的产品。随着生意越来越火，他还开启了连锁店。直到现在 ABC 依旧是毛里求斯最大的商业集团。如果只是靠着商业还不足以让毛里求斯在钞票上印上朱梅林的头像，那他又是做了什么事情才获得这份殊荣？当时正值2战爆发，大半个世界都乱成了一锅粥。那时的毛里求斯很多生活用品呢都是依靠英国运输的，结果战争一打响，英国商船被截断，毛里求斯很快就起了饥荒。为了毛里求斯人吃饱饭，朱梅林不仅主动号召当地的华商配合政府发放物资，还冒险贡献出自己的商船来运输货物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号召全体国民组建护卫队，保护国家抗击外敌。等到毛里求斯独立，朱梅林也成功担任国家财政部长。上世纪70年代，为了解决国内作为经济支柱制糖业的危机，朱梅林用尽手中的资源，让自己的女儿女婿去中国香港等地找投资。另外他还着力改变毛里求斯单一的经济结构，建工厂、发展旅游业等，让毛里求斯不再只靠种甘蔗发展经济。为了表示朱梅林对这个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，他不仅被英女王授予了骑士勋章，而且毛里求斯政府还决定把当地的一条街命名为朱梅林节。中国的春节呢也被设定为法定节假日，将朱梅林的头像印在了25卢比的纸币上，甚至每届毛里求斯政府都会把一个部长的职位留给华人。当然，朱梅林的格局不仅限于此，他不仅让子女接受中国教育，不断的宣传中国文化，在抗战期间还号召华人华侨募捐筹款，有着这么大贡献和影响力，也难怪朱梅林能获得这么独一份的殊荣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，你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